大家好，欢迎再次来到光学作用，我是 Solen。一说到摄影，避免不了就要谈器材，也难怪，器材就是工具，就是生产力嘛。没有趁手的兵器，怎么才能够将自己的想法落地呢？近期也有很多粉丝留言问买什么相机好，手上有什么器材，要不要升级一下？在这个大家都想为国家 GDP 做贡献的季节，我也为大家在选择相机上做一些参考意见的分享吧。谈到器材推荐，我第一句反问的就是你有多少预算，你想用相机来拍什么？预算这个问题大家都是有限的，那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，如何买到符合自己需求的产品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你买这台相机想要做什么，就是尤为关键了。我大概分了类，大家可以对号入座。第一次买相机的爱好者，对于这类人群，我相信你对相机不会有指定的要求。俗话说得好，能力范围内买最贵的就没错啊。我的建议是，对画幅还是要有所了解的。首选全画幅，预算不够是半画幅，微单是趋势。各大厂商的未来镜头群上都会在微单上发力，佳能、尼康、索尼总没错。不建议因为外观好看而牺牲掉 CMOS 的大小，比如买复古为特色的外观的3/4画幅相机。俗话说得好啊，底大一级压死人呐。当然，因为颜值而买，我也没办法。你是爱好者，你说了算。想问我卡片机如何？现在卡片机通常都是2.1/3、1.7/1，撑死就是1英寸。现在手机都已经是1.7/1英寸的时代了，那直接掏手机拍就好了，还要什么卡片机？我相信看我视频的更多都是专业的从业者。对于人像摄影师来说，建议可以买佳能的单反。第一，人像摄影更多都是手持相机、游机居多，自然需要更舒适的握持感。这一点单反是比微单有优势的，而且在连机拍摄的稳定性上、传输效率上，佳能会比其他的厂商更为出色。对于人像的色彩科学来说，也是传统的好啊。还有一点就是佳能单反真心耐折腾，之前的公司全线都是佳能的单反，台安全到50万快门以上不是梦。参考机型7D 系列、5D 系列，但不建议买6D 系列哦，对比起来快门帘的质量实在是差太远啦。若你是静物摄影师，那高像素的相机对你来说就很友好了。我有一位学员向我咨询 D850、D810 还值得买吗？我就跟他说，这是静物摄影、风光摄影、星空摄影的神机啊！高像素、高宽容度、高感压噪度，简直就是3高嘛！但我也问他，你确定你以后的职业生涯不拍这视频吗？他说不拍，打死也不拍。有这样的单，我宁愿推荐给专门的人做啊！记得4年前的我也是这样想的。那我说你就买吧。而我静物摄影的同时，也要兼顾视频拍摄，那索尼的 Alpha7、R3、R4 就会是我的最好的选择。那说着说着就延伸到视频拍摄了。现在都是自媒体时代，短视频红利期，其实每一位摄影工作者都需要略懂视频拍摄，现在都不分家了。视频拍摄就不需要过于讲究画幅了，当然也要配合良好的人造光的前提下来说的，因为在需要高感能力的时候，全画幅无论在图片拍摄或者在视频成像上同样具有优势。那视频拍摄更讲究的是分辨率、帧率，比如现在大家追求的1080 120帧、4K 60帧以及4K 120帧。然后还有一个硬实力的体现，就是视频的自动跟焦能力。这样来说，索尼的微单是有绝对的优势，而佳能在这几年的发展中也有很好的产品。尼康呢？尼康，我亲爱的尼康，你快醒醒啊！好了，以上就是我的一些心得，希望对大家的购机路上带来一丝的帮助。大家也可以在弹幕上留言，写出你的心选之机。大家也可以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，我们可以多多的互相分享。最后，若觉得视频对你有一丝帮助的，麻烦帮忙1键3连，并分享给有需要的人哦。
若还没成为我粉丝的，点一下下面的关注键，就能实时看到我更新的拍摄教程，还有用光技巧的分享哦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下期再见哦。